好，大家好，那我们来继续看我们的深度类神经计算及应用哈。那今天呢，来到了第8单元哈，就我们第8章哈 ，recurrent 的 neural network。那因为它这一边的那个数学模式相当的复杂哈，所以我们大概在这边，我的策略在1个小时内的话，就是说把它的概念跟基本的架构讲清楚哦。那细节的那个数学模式，也许以后我们再另辟一个单元。再花几个小时哈，专注于在它的那个很细的数学模式，就类似我在推那个 Bayes propagation 那样的一个过程哈。那以后我再找机会哈，但是光这一章要来讲清楚的话，也要花一点力量哈。所以同学们呢再来专心看一下哈。那在8.1的话，我会讲 basic concept of 这个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哈，一般我们叫简称 RNN 嘿。好，那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哈？所以我们的 first look。那首先来先看看它到底长得怎么样。先从传统的这一个 traditional NN 和 neural network 先来 review 开始。我们知道说我们准备要讲这个 RNN， 那因为它是 recurrent 的嘛，所以有人把它换成叫做循环。这个你可以看到循环的什么？循环的这个神经网络这样它是一个 sequential networks。那什么 instead of 而不是一个 feed-forward network which are 什么样 combinational network。那这里出现2个名词，一个叫 sequential network 一个叫做 combinational network。那这2个的一般在我们修那个逻辑设计课的时候，会特别针对这2个名词做一个说明哈。那 sequential 就是它会一直 feedback， 所以它就会有什么？它会有 memory 哈。所以在我们下一2章投影片会专注讲这一块。那传统的 combinational circuit 就是 feed forward。我就一直把它喂过去，信号喂过去，所以它中间就没有给你那个 memory， 就直接就一直这样一个 clock 往前跑这样哈。所以这个是所以 RNN 的话有别于这个传统的这个 feed forward 这样的一个 combinational circuit 的一个结构它是比较偏向这个在电路设计里面的 sequential network。所以most of traditional neural network 就是说大部分的传统的这一个类神经网络的话combinational network 就它是比较属于这种combinational。那这个呢 whose computing step 也就是说这一种传统的combinational circuit 它的那个计算过程是怎样从 input layer 我们的 input layer 有没有看到？那怎么样呢？到 hidden layer 到怎么样？到最后的 output layer without recurrent back to previous or next 那个 layers， 也就是说一路算过去的时候不会再往回看了，看完了就不会再往回看，也不会往后要求后面给他 message， 就一路的往前冲这样所以这个是比较传统的这个 network。So that is each layer， 也就是说呢，每一层怎么样呢？它是怎样？它是独立的计算 ，without reference to a neighbor layer， 就不会再去看它附近的那个 neighbor layer 所以这个就是传统的这个combinational circuit 的特征这样好。也就是我们前面所看过那个 CNN 的那种感觉它确实是那种的 network。那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的 RNN 的这个的结构你可以看到中间就有不断的一个 loop 的产生它不断的 feedback， 所以就必须要一个简单的 memory把它 memorize 下来，准备给下一个 clock 来的时候呢，再丢给那个下一个的 input 这样所以 RNN 什么 causal system， 那 causal system 我们就叫做因果系统。你可以查一下字典因为这个在控制系统里面它是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我要控制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它本身不是 causal system， 我没有办法控制，所以它会去看前面的 data， 等前面的 data 就是看一大堆前面的 data， 它等它产生一个规律性所以这个一个 causal system whose the predict 就是说预测的结果呢 highly depend 怎么样 depend on previous result， 也就是说它跟前面所那个不断的去收集 data 呢有高度的这个关联性这样好，那 the computing node of hidden layer will receive its previous output as 什么呢 next input， 也就是说它会把前面的 output 上一个 loop 的 output 当做这一次的什么 input。好，所以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特征它的特征所以 as the next input to form a recurrent loop， 会形成这样一个 recurrent loop。
这个很明显的这个 of 什么 computing 那让它形成一个什么一个计算的一个循环，计算循环所以这个它的特征。好 ，therefore 因此呢怎么样呢 ？The most exist 的这个 there most exist some memory unit， 就是它存在怎么样？存在这个 unit 干嘛呢 ？To 这个 restore current output for 什么 next input， 就是必须存在一个 memory， 所以这个 memory 是变得很重要那到底是一颗 memory 呢，还是很多 memory 那当然就 depends on 你系统的设计你看到底有多少个 unit 那完全 depends on 你的设计。所以以后我们在玩这个 RNN， 它的结构其实会比 CNN 复杂太多了完全取决于怎么样？取决于你怎么去设计你里面的那个相关的 data 所以这个是可以看出来它的一个变化这样好。那我们看一个最有名因为我们在1980年代的时候最有名一个就是 Hopfield 的那个 networks， 也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在读博士班的时候几乎都会翻它的这个那个相关的 paper 来看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按照这一个这个网址再去找它相关的 data。那这个你可以看到它就有一个线圈回路不断的这样不断在跑从 input 进来以后到它最后你决定要观察 output， 那其实你观察的 output 它又一直 feedback 回去所以它的电路非常的麻烦那到底有没有人认真 implement 它，这个又是一个学问的所以呢 Hopfield network is also one kind of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它是一种所以我们当初在研究它的时候有大量的 paper 都在报道这一个。所以 the Hopfield network 呢 consists of several binary threshold nodes and 什么这个叫 CAM， 它叫 content addressable memory 这个 CAM 就说 to perform is 什么样的 recursive 的 computing 那这个叫你看等于是它意思就是说它这个是有点怎么样？一般我们在解释这个 neural 的时候就会拿它来当做 associate memory 结合性 memory 所以这个有时候翻译很难翻译，就说等于是你的内容又放在地址里面所以这个内容好像就代表一个地址，你可以把它萃取出来所以它不是纯粹一个地址，所以里面还有一大堆 data 可以被你那个追问出来所以确实是它有它的一个优势它的优势这样好，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模式。那这个模式就很好玩的一个关键所以当初就很多人就把它这个模式拿来做很多应用问题包括有人去解那个什么那个 traveling salesman problem， 他们也可以发表 paper 写成博士论文那各位有兴趣也可以去找他那些博士论文。我记得那本博士论文好像还把它变成是一本书在卖这样那我记得当初在那个台北那个巨擘数据我就有一次我看到他那本书这样，那本书要卖2-3千块，薄薄的100-200页要卖2-3千块。然后那个时候我很想买，可是后来想买的时候再回去那本书就已经被他买走了所以当初就是这个应用模式他们就可以拿来解一些问题这样好像还不错所以 due to the recursive 的这个 computing那个 consecutive output 就是说一连续的这些 output consecutive 就是持续的一个连续的 output can 怎么样 form a sequence， 就是说这个持续的 output 就是说你观察这个 output一个时间、2个时间、3个时间，这样会持续形成一个序列就形成一个序列。第一个时间观察，第二个时间观察，第 n 时间观察 n 加观察，就有一序列这样子。那一序列问题来就是说这个数学这个数学的 phenomenon forms 什么 thinking behavior， 就是说这个呢这个数学的这个行为也就是说这个现象这个序列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把它解释成它是一个 thinking model。什么意思？就是说 if 怎么样 there exists a natural number m， 假设存在一个自然数such that 当所有的 n 大过这个大于等于这个 m 的时候呢，它们全部都相等。就是不会再变化了，就是说已经 stable 了，所以这电路一直跑到后来，这个 output 一直就持续的，不会再变化了就是说表示怎么样呢？所以 we call this system having convergent thinking， 就是它这个收敛的思考，所以这个就很多的这个模式大家最后会跟我们人的 behavior 去结合，因为毕竟我们所有的系统发展就是要来解决我们人的问题所以这个就是说早期的那一个 Hopfield 的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数学模式这样好。那当初我们几乎每个研究生都会去读这些相关的 paper 这样那我们回到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这一个RNN那 RNN 的话，刚刚已经讲过了，它本身上就有形成一个怎么样一个 loop在这里的一个不断的跑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的话 ，x is the input data at the time instant t， 特别强调这 instant 就是一个瞬间的那个时间是 t， 就是你一般我们叫做 snapshot
就是你盯住某个时间，又盯住，那观察它的现象这样嘿。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们一开始有一个 input layer。好，那 O 的话就是我们的 output 的什么 output layer 所以 is the data at the time instant t。好，那这个时候呢 S is the hidden layer， 就是中间我们的 hidden layer，就非常 basic。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们的 U W V， 我把它倒过来演示，因为我们先看到 U。好，那再看到 W， 最后再看到 V 哈，因为这个传统在这个领域里面，很多人的符号它都是这么写哈。那我们就按照他们的符号来这个撰写，来这个做一个诠释哈。所以 U W V are 什么样的 common variables of RNN， 也就是说，他们在这一般的哈或者共用的这一个变数哈，这个常用的变数哈 of RNN，which are 什么 shareable to whole system。也就是说，这个整个系统，那么他们就会一直共用，那不断的往左看、右看、前看、后看，那这个就是这个 recurrent 的这个 neural network 的一个特征嘿，因为它会观前顾后，那看左邻右舍，好，那原因就是因为它要取得一个什么一个最大的一个 data 量的一个摄取这样哈，所以这个可以看出这边的 model 嘿。好，再继续往下看，所以我们来认真看一下它这个东西有没有，比如说一开始我们看到这个 U is the weight matrix from input layer to the hidden layer。它给了一个然后呢，再来怎么样？这个 W is the weight matrix from hidden layer to itself。所以一直不断的怎么样，在跑的时候就靠这个 W 在做变化在做变化这样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嘿。那这个 V 的话 is 什么 weight matrix from hidden layer to the output layer。所以它整个结构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在后面几节我们可以看到，他甚至在半路就一直观察，就像刚刚看到 Hopfield， 它里面虽然一直在算，可是我们在旁边一个时间观察整体吐出来的 output。好，那待会我们会看看它这个整个模组是怎么样。那最后各位，我们在第9章会用那个 TensorFlow 来组一些模组给各位看那细节的数学的话，大概在跑 TensorFlow 就渐渐会看不到，但是外观外壳的那些 model 的名字。概念你还是要懂所以说我们在这边花那么多力量在讲解，就是讲这一块这样那好了，可是我们人在做系统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记住这样一直回圈，所以一般他们就会讲说，我到底把那个回圈一口气观察5个时间、10个时间或100个时间的把它展开，什么意思？来看一下这边就懂了所以我就 expensive 这 expand 这个它是。EX 因为它不是贵的，这是展开的因为念起来的音很的接近这样好，所以这个 expand 这个等于我们把它展开它 structure。那展开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是 DT 减1时，这是 DT 时，这个是 T 加1时，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XT 减1 is 什么 input data at the time instant T 减1，因为我要观前顾后嘛，所以这就是前一个时间的那个 data 量。好，所以好，那第二个的话。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 ST 减1就是说 is 的什么 status data， 它状态资料有没有那 in memory due to T 减1就是说基于这个 XT 减1的话，我 data 里面就会产生某些对应的变化。好，那所以这一块的话，等于说在 T 减1时的变化，但是刚刚讲过，它画同一个硬体结构，它是不断的 loop。但是我们做数学模式分析、做演算法模式的时候，你会故意把它展开。把它 expand 开来看这样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人的思考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在他们的这些大量文献的那个里面，他就是用这样方法来告诉我们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好，所以这个就没什么太大问题那再往下看，到了第T时，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我到了第T时有没有？所以 XT is 什么的 input data at the time instant T。好，所以这个特别强调。那这个怎么样？这个是它在DT时的什么的 memory 这个的一个 status， 有没有看到？包括里面你看问题来了，就是说对他来讲的话，注意这里有没有？对他来讲的话，这个就变成他的什么？他的 input 的，有没有看到？所以这里就等于说 in memory due to XTU ST 减1W at 什么 time instant T， 就是说等于是这个的状态也是跟这个前面有关的跟这个有关，跟这个有关，又跟这个有关。所以这个就是说变成它一般在研究这一个模式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结构成这个样子尤其是这个的状态，你会萃取上一个状态来当做这个状态的什么的 input。
所以是有点小复杂，有点小复杂，所以大部分的学生在研究这一块的时候，他们后来干脆就把它画成模组图，直接去靠人家训练好的 model 或改善人家的 model 直接来跑这样子。嘿，好，所以这个可以看到，那最后你可以看到 output 也是一样，有没有？它这个 output 是 depend on 这个状态跟这个状态，它跟这个前面就无关的，所以你看 due to st v 跟怎么样这个就是它只跟这个 v 跟这 st 有关而已。所以那个当下的一个状态，这边注意了，所以我就可以观察这个时间的 output， 这个时间 output， 这个时间 output 就形成类似刚刚 Hopfield 的那个什么样，那个数学模组一样的感觉，有没有？那种感觉有没有？所以在早期的你看80年代、1980年代到后来，人家持续把它改善，一直改善，有没有？让整个数学模式更为复杂。那越复杂，越为具有内涵的话，那当然我们设计出来的问题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比较容易解决我们要的相关的那个应用问题的那些就是说里面的那些效能就可以把它提升这样。好，那这样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再往下看所以最后你可以看到呢，我还可以往后看，再看3个时段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时段有没有？这个时段在这个时段好，那关键就是我要的是怎样？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已经观察到怎么样？这个的 output， 这个 output 跟这 output。这个3个 output 的就形成一个什么？形成一个观察 output 的几个阶段。那我要观察前面的5个，再观察后面的5个，那就要变成11个。那这样同时观察那11个的 output， 看到这个系统的组态长什么样子。所以还是越来越复杂，能看到。所以一般的我们在做causal system 做因果系统的话RNN 是比 CNN 好很多，但是它的数学模式太复杂了所以很多学生很喜欢它，又有点讨厌它，因为它论文写起来是相当的不好玩那可是用它来跑很多东西的时候呢，效果又很好，所以他们后来就变成说去找一些人家已经训练好的模式好像包括最近我们用那个语言的那个转换 BERT 又有一个常用的模式那这个很多学生就拿来做那个语言的那个相关研究所以包括我们后来有很多模式那都是很多从那个 TensorFlow 里面被人家训练出来的模式拿来应用但是这样的一个好处比较加速我们的研究那坏处是里面的那个整个结构里面的那个整个相关的数学的感觉就完全比较没有了那这个也没有办法因为人家那个模式训练出来都几百层了好可怕那几百层那人家已经经过长期的这一个调教的效果出来好，所以原则上我们第一个首先看到这个 RNN感觉它有点小麻烦，但没关系，我们持续努力下去把这个利用1个小时的时间把这个感觉装到头壳里面去那这个是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要务好，那我们呢这一节就先到这边。